从美国中部科罗拉多出发，南下西行，在北上，一共4个多月，房车终于开到了美国的最北部。在西雅图再见好友换完机油后，便正式开始了跨越美加边境的行程。就顺着它的牌子指示走。从美国的华盛顿州到达加拿大的 BC 省，这一期想跟大家分享我跨越边境前的准备。冰箱已经清空了。房车入边境的实况，队伍不长，我前面就2车。我被问询到的内容，申报物品到底查哪些不查哪些，新手机套餐的选择，加拿大露营地的查找方法，温哥华的物价，支付方式的变化和一些我入境后才意识到的东西。20 Canadian for pound for $20 should be ready for you. $20，我他们也说是$。计量单位变成公制了，我刚刚好像有点超速。一看仪表盘，其实70千米每小时是40迈左右。祝愿大家都能丝滑入境，一切感觉很丝滑，非常的顺利。是在西雅图往北再走一点，这个油价已经开始变得越来越便宜了。如果搜 Border Cross Agency 的话呢，就会看到这些都是从美国穿越到加拿大可以经过的海关的地方。我现在已经离得非常非常近了。但我今天还先不着急，明天一早再穿越，因为我要处理一下我的芝麻，把芝麻炒熟，种子类的可能不能带进去。我已经把冰箱里的新鲜蔬菜、水果、鸡蛋、牛奶已经全部处理好了，还有一袋奇亚籽，那个包装已经开了，明天过去的时候再说吧。反正到时候不行的话就扔掉也可以的。今天就先开到这个休息站去。已经正式在夏天了，连西雅图这里都很热了。在休息站把房车的水加满，这是可以接小杯的水，然后它旁边这里其实就是水泵。这里就可以接那种大桶的水。把这些小瓶也接上水。好了，差不多了，不要加太满。再把这个家伙加满，我的水就备的差不多了。我要把我的芝麻炒熟，因为芝麻属于种子，不确定它明天能不能顺利通过。这下这些种子都死掉了，还剩一个奇亚籽的种子。但是那个明天过海关的时候，直接申报也没办法。现在我的冰箱就已经完全空了，这些都是空盒子。这是水，牛奶已经清空了，就剩一节姜。然后这是椰子油，这是调料，没有任何的新鲜水果。各种香料袋都可以带的，茶和咖啡可以带。这个里面有豆子，所以我不太确定。明天见。离这个边境检查站已经很近了，先定个位在这儿。一共12分钟。Head west。出发！他的电台已经开始讲
久呢。哇，我看到一个大的房车，它已经成功入关了。Open 是 overt，close 是 vermeil。这个加拿大讲英语和法语。好快了，好快就到了。超出1万以上的就需要报告一下。我大概转了1000加币来之前。Where do I live? Yeah. This is my camper van, so I'm traveling with my van. What's your status there? Visitor. Okay. How long have you been visiting for? I'm going to Alaska, so maybe 1 week to 2 weeks. So now you're traveling? Yes. And then after that you're heading back to... South America. Okay. Oh, yeah, that's the what do you plan. do for work? I use my savings right now, but I also post videos about my travel. Have you been to Canada before? No, this is my first time. And you're traveling by yourself? Yes, why not? How much cash are you bringing in? $100. Anything that you're going to be selling here? No, Goods, gifts for anyone? no, Do you have any firearms, weapons, no. food, plant, animal items? Yes, I have a ginger, has some beans. Any purchases from the duty-free store? No, Any alcohol, tobacco, or cannabis? no. Okay, so do you see the canopy over there? You're just gonna pull over and you can go under 2, take your ID and the yellow slip and your keys and head inside. Okay. 给了我这个条子，我说我有那个豆子和姜之类的东西，但是他这里打了一个叉，代表是不用申报。现在需要进去，这边是有 WiFi 的，可以连上网。我现在就坐这里等着他的检查结束。这种老虎膏、蛇皮鞋、金钱龟、金蜥蜴皮，这些都是不能够带的，因为这些都是濒危物种。好了，就可以了，大概就是10几分钟吧。我觉得他也没有很仔细的查我的车，昨天都是白费我精神炒那个芝麻，其实根本没有必要。干的什么豆子呀、米饭呐，然后 popcorn 其实都是可以带进来的，都根本不用申报。然后他问了一下我的存款和收入，还看了我的这个 YouTube channel， 然后就让我走。我现在就在加拿大了。在这条线上已经进来了，哈哈。然后现在就是要去我收藏的这个图书馆，手机还没有网，开过去用他的网买一个手机信号。是从这里走吗？呀，加拿大，我到加拿大了啊！这是一个里程碑啊，是我旅行的一个里程碑，里程碑，里程碑。枫叶之光。我忘记去那个游客中心了。他们说你可以走的时候，我就太激动了，我就直接走了。我应该去游客中心瞧一瞧的。179，这个是多少钱？这个地方的计量单位变成公制了。车的速度现在是多少千米每小时？我刚才路上看到标志是70，我还在想，我说哦，这还有红绿灯，都可以开到70码嘛。然后我开的还挺快的，我现在一看仪表盘，其实70千米每小时是40迈左右。我刚刚好像有点超速。现在连导航都是说多少米处转弯了，以前都是多少迈转弯。这图书馆看起来还是很高级的。我打开车门，我的车大概被翻成了这个样子，我觉得还好。它浅浅的翻了一下吧，大概。这期视频有点长，我想就把它分为2集吧。下一集将为大家介绍如何查看自己在加拿大的旅游签合法滞留期，加拿大国家级景点的年卡，露营地找寻软件的使用。P 代表可以停车，绿色小松树的就是那种可以 dry camping 的地方。
手续费只有4%的国际通用储蓄卡。如何办理加拿大的手机号码 And what's the address up here? I don't have one. Should I just make one? 加拿大的物价水平。哇塞，小金土豆，我还是第一次见。金土豆是4.99块。1号公路的路况，加拿大的免费公共露营地。喜欢这个地方，对，因为就是靠着湖，然后上面就是月亮，然后你再近点看就全是蚊子。夏季的湖边驱蚊方法，40%的驱蚊了。我刚下车的时候觉得就是蚊子在我耳边唱交响曲，现在的话觉得蚊子在我的远处唱交响曲。明天再见。